爷爷，我回来了。这牌匾的邪气，比3年前离开时更重了些。这祖传的守物，我已经修成了金子。自唐代起，世间专守奉魂凶器，阁主代代以匾为戒，敷一月，触碰藏品，便触发阴阳经脉。唯有学会原主时，方能终结祖传。爷爷常年坐镇，自该继承。求求你。你离我远点儿！这东西已经害死3个人了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李老板，那是邪物，那个邪物是有灵性的，如果那人不镇住他会把我们都害死的。老板，藏真阁只收凶物，1年内凑齐7件，少1件你命不保。爷爷说的这7件凶物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李老板，你信我，这个东西邪性的很。王太太家自从得了这个东西，已经死了3个人了。走开！你是沈老板的儿子吧？听说你们藏真阁专门收这个凶物的，你说去，多少钱都行，多少钱我都不要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此物怎会有这么强的杀气？莫非是你？三少爷见了命就还命，果然是青铜灯台。这托盘里积的不是污垢，是干涸的血迹。这几部痕污上划痕，是被人遗失下，反复抓过留下的。这每一道划痕都藏着怨气，是死者临死前留下的情物。这是民国23年的样式，仿的是汉代的长信宫灯，但这包浆不是普通的包浆，是用人血养出来的煞浆，每沾一条人命，姜色就深一分。你们看这托盘边缘的姜色已经快变成黑色了，再沾2条命，这灯塔的煞气就会彻底失控，到时候谁也压不住。我就说这东西邪门的很。王局长只摸了他一下，今天就出了车祸，连尸体都没找到完整的。这东西啊，就是个催命符。2位若不介意，我愿将此物镇在此处。就这样。爷，第一件起了，但您得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一门生意，还是您欠了谁的命，要让我来还？救我！救我！你到底是谁？救我！
么只有我能听到？自小，妈妈就让我远离老胡家。可是，为什么只有我能听见？他们是谁？是我的亲人，都是男人。难道只有去了那里，才能知道折磨我的梦魇到底是什么？我有了接下来的风雨。这阴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，陆家的怨气还要重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听说这里收一些特别的东西。我们这里是古董店，收的都是老物件，不知道你说的特别是指什么？就是那些会带来不好事情的东西，那些带着怨气的东西。姑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能感觉到这里有着强烈的痛苦和怨恨，就在那个方向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梦瑶，我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，我总是能看见那些东西上面的情绪和画面，尤其是那些发生过不好事情上面的东西，我能感觉得到，它很痛苦，也很危险。但我就是想看看，到底为什么这么痛苦？姑娘，别动！就是它，好浓的怨气，还有股烧焦的味道，有什么东西被活活烧死，还有血腥味。人上欠了命就得拿命还，就得拿命还。
烧死在了那儿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还看到了什么？比如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，或者有没有听到别的声音？我看到一个黑漆漆的屋子，周围都是火，他一直在喊救命，但是没有人理他。救我！最后他被烧死在炭火里，里面就是这个灯台的影子。这灯台确实是在火灾中吸收了死者的怨气。你还感觉到了什么？比如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，或者被烧死的人长什么样子？我只能感觉到无尽的痛苦和怨恨，但我能确定他非常的危险，他还在积攒怨气，如果不阻止的话，还会有更多人遭殃。你是说他们还在成长？我刚才接触他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，和藏真阁牌匾上的气息一样。被人刻意滋养过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一会儿，或许能成为我解开这些谜团的关键。这是我的地址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确认的，或者他有什么异动，可以随时找我。我想我能帮到忙。你回去后用艾草煮水洗澡，能驱散你身上的邪气。好像在盯着我，不想让我走。好像在盯着我，不想让我走。没事，他动不了。那你小心点儿。不知为何，他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。这里便是藏真阁，近10年悬案皆绕其中。今日我便呵护在藏真阁的心脏。这里有几个模糊的指引，至少属于3个人。这东西邪性的很，王太太家自从得了这东西，已经死了3个人了。和那点旗袍女人说的死了3个，完全对得上。3个人的求命痕，这倒是新的，应该是张局长留下的。边缘还未被杀气侵蚀，还得知道更确切的信息，才能判断这凶物的等级。沈先生，你身后那尊冰裂文青瓷是宣德年间的仿品吗？你是谁？小姐突然拜访，有何见教？我名唤苏梅，我祖父与沈老先生是旧识，听闻沈先生接手了藏真阁，特来拜访。我从未听爷爷说过有这样的事情。看看这盏灯，北平王家的族徽，但里面的字是后刻的，还混着朱砂，是用来锁魂的锁魂咒。你看这个，这插画上的灯台与眼前这盏几乎一模一样。记录是这样说的：民国25年，王家藏起的，3个月内死了7人。民国25年，王家藏起的3个月内死了7人，皆坟壁。7人，7件凶物。您知道王家的事？我祖父曾是王家的账房先生，当年王家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，只有这盏灯台被救火队挖了出来。后来辗转
不知流落何处。我想起一些事，这位是苏梅姑娘，是沈先生的朋友。我昨天梦到这个男人，他举着灯台往火里扔，他在笑。灯台在火里反而更亮了。你们看，这背影是不是很像王家三少爷王成宇？传闻他当年为了夺家产，想要放火烧死大哥和父亲。大哥，别怪我，家产早晚是我的。最后自己却在书房被烧死。传闻不深的女人，是他改了族谱人格的重要，而且是他烧死了王成宇。王家有这样的女人？王老爷子的续弦叫沈秀，传闻当年只有20岁，大火后就失踪了。据说她失踪前是沈家的丫鬟。沈家的丫鬟，王家的续弦，这就说得通。我刚刚通过手握文读到的片段，就是这灯台底座的符号与我的手握文产生了联系。民国25年3月初7，购入青铜灯台一座，价银100两。这个蛇形符号，确实与灯台底座的一模一样。这是一张生辰八字，落款是沈秀，民国24年入府，原沈府丫鬟。沈秀，沈家的丫鬟，王家的续弦。这灯台到底和沈家有什么渊源？沈先生，若是想查当年的事，我可以回去帮忙翻王家的旧账册。不过，这姑娘体质特殊，最好还是少接近凶物。我不怕，我只想帮沈先生。好，明天上午9点，还在这里见。苏小姐，麻烦带上账册。好，明天见。刚才好像是沈家欠我。这些衣服玉碎的气味，这是炼制凶物常用的材料。刚刚那2人带着青铜灯台往这个方向跑的。等等，小豆子，你的死埋伏，杀了他！快跑！月影堂的人，盯上了藏真阁。王家失窃古董，最后目击者称曾运往藏真阁封箱。藏真阁里有生人的气息，是他回来了。若藏真阁出现危险，即刻前往，保护沈家后人。遵命。有人来了。沈先生在吗？我就是沈燕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周青，我的父亲是沈老先生的旧部。沈老先生失踪前，命我护你周全。这令牌我小时候好像在爷爷的书房见过，当时他说这是他最信任的人才能持有的。我爷爷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这藏真阁这些凶物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沈老先生的失踪，恐怕都与掠影堂有关，而这藏真阁的凶物，正是他们觊觎的目标。掠影堂，周姑娘刚才提到掠影堂，可否详细说说？我曾在古籍中看到过记载，似乎与不少离奇事件有关。他们是……这位是梦瑶，能感知凶物的情绪；这位是苏梅，对古籍的历史颇有研究。掠影堂是个凶恶的组织，他们专以凶物为主，他们妄图想用凶物炼煞，实现野心。而你爷爷沈先生一直默默地与他们对抗，他收集这些凶物，也是为了不让这些东西落入他们的手中。而这藏真阁，也是他最后的防线。你们看，这里记载着掠影堂曾在民国25年潜入王家，似乎就是为了这盏灯台，只是后来不知为何没能得手。外面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，带着像灯台一样的恶意，但更杂乱，像是饿狼。掠影堂已经盯上这盏青铜灯台，难道掠影堂已经盯上这盏青铜灯台了？这盏灯台已经被发现了，我知道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暂时可以存放。不行，这青铜灯台与这里有着某种联系，贸然移动可能会引发更不好的事情。周青，你帮我去探查一下掠影堂的动向。好。苏梅，帮我查阅一下古籍，看看有没有如何应对掠影堂的办法。梦瑶，梦瑶，你帮我盯着暗格，一旦引领有异动就告诉我。我都一定会查清楚，也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让掠影堂得逞。刚才还在这儿。是爷爷教的障眼法果然有效。这禁锢纯阳血的腾云鼎确实能屏蔽凶物邪气的追踪，也能误导追踪者的判断。沈爷爷曾说过，王家地窖藏着秘密，我是不是该去王家旧址看看？说不定能找到有关掠影堂的线索。王家3月初七购入青铜灯台，3月10日三少爷是书房守，3月廿二，王老爷子王承志遗体从火场找到，3月廿九，大少爷王承祖失踪，这个被发现，这灯台从他手里开始吃人，太诡异了。沈先生，让我帮你吧。不用，梦瑶，这灯台太重强，我不想你伤到自己。没关系，我不怕。千万不要触碰，我会守着你，如果有异常，就快停。好冷，还有人在笑，是那种阴冷的笑声。找到了，民国25年3月，王承宇为夺家产，焰烧柱，欲杀父弑兄。火起后，王承宇反被焚于书房。爹，大哥，别怪我，家产早晚是我的。沈秀，三少爷放了火就想走？滚开！你一个臭丫鬟还想拦住我？哦，原来你们沈家和掠影堂一直在勾结，这个灯台根本就不是古董，是……三少爷，
月影堂的规矩，欠了命就得还命。是沈秀，他用王成宇的血完成了锁魂咒的最后一步。这灯台的黑垢，都是冤魂炼化的怨气。这灯台的黑垢，都是冤魂炼化的怨气。他们被人下了诅咒，每死一个人，灯台的怨气就重一分。北平异闻录里有记载，是血祭灯咒。书上说，这种诅咒会逐户索命，家族成员性命献祭，可将怨气封入灯台，死者的怨气会变成灯台的影，使其成为操控生死的凶物。对，是王成宇先杀了父亲和大哥，然后放了火。可推他进火里的是沈秀，他嘴里说的什么绿影堂的规矩，欠了命就得用命来换。沈秀果然与绿影堂有关。我祖父的杂录里提过，沈秀进王家前曾在绿影堂的城南码头盘踞过半年。所以是绿影堂利用沈秀借王成宇的恶血，用这灯台下了诅咒。王家灭门，既是内斗，也是绿影堂的报复。完全重合。青石大人，青铜灯台已经现世，就在沈家的藏宝阁。沈家？对，沈老头的孙子。把他抓回来，抓不回来，你们也不用回来了。属下遵命。这东西的邪性越来越重。沈秀，你把我爹怎么样了？王老爷当年偷了掠影堂的炼凶术，用活人炼的，这笔账早该算了。这灯台最喜欢吞活人怨气，光有你爹的血还不够。和猎影堂害死我们全家！血祭灯咒，以命还命，少一个都不行。还差5个，沈家的债也该一起算。这是王承宗残留下来的，沈秀故意把他的怨气封在灯台里，就是为了监听。还有王老爷子，他不是被烧死的，是被沈秀用灯台吸干了精血。他们都是被灯台吸死的，好多人在哭。还有沈秀，他在数着死了多少人。血祭灯咒需以亲人怨气为引，凑齐父母、兄妻、子仆，方可成凶煞。王家正好死了7口。那沈秀说的沈家的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爷爷和王家，还有掠影堂，到底有什么牵扯？我刚才去了趟王家旧址，发现地窖没有被烧透。我在入口发现了这个，这上面的怨气好像在指引方向，里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，只有找到它，才能变得完整。沈秀把破解的关键藏在了王家地窖，这木盒子上也写着王氏命脉。沈秀把木盒子锁在一个铁柜里，柜门上画着和灯台底座一样的符号。
应该是王家的传家玉佩。宗谱里说，那玉佩能镇邪祟、破诅咒。沈修肯定知道它的用处。苏梅，准备好古籍，明天去王家地窖。不管绿影堂和沈修是什么关系，爷爷当年收下这灯台，绝对不止收藏这么简单。苏梅，准备好古籍，明天去王家地窖。不管绿影堂和沈修是什么关系，爷爷当年收下这灯台，绝对不止收藏这么简单。我去旧址的时候，我发现周围有新的脚步，我猜掠影堂一定盯上了地窖。他在警告我，掠影堂可能知道我们要去地窖，管他们来多少人，我们必须拿到玉佩，不仅是为了解开诅咒，更是为了查清爷爷的秘密。他昨晚一直在吵，说信物要醒了，好像玉佩和灯台是连着的。你们看这个，血祭灯咒，以怨养煞，为族中信物可破。王氏玉佩，采昆仑玉髓，经高僧加持，遇血亲精血，则显灵光，能吸煞归人。我猜这有可能就是破解诅咒的关键。玉佩需要用王家后人的精血才可以。王家不是已经被灭门了吗？哪来的后人？王家不是已经被灭门了吗？哪来的后人啊？未必。王老爷子还有个私生孙子，当年被送回了乡下。我猜，现在可能有了，王老爷子私生孙子叫王念祖，现在80多岁，住在城西柳河村，这还有地址。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和周青去柳河村找王念祖，苏梅，你带梦瑶去王家地窖。不行，掠影堂可能在这两处都设了埋伏，我们必须得一起行动。这样，我们先去地窖确认玉佩的位置，再去找王家后人。血祭灯咒，以怨养煞，需以纯阳之物镇止，否则施法者将被反噬。这个或许能用，这罗盘经过纯阳血，能测邪祟，也能暂时挡住煞气。看来爷爷早有准备，但这个只能暂时压制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玉佩，去柳河村。他好像很恐惧，他很害怕柳河村，他对这个地名很抵触，那里一定有刻着他的东西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得赶紧行动。刚才我在后巷看到3个黑衣人，我一路悄悄跟着他们，发现他们的巡逻路线非常谨慎，似乎是在保护或是调查什么重要的。他们的腰间都挂着蛇形符，他们肯定是摸到附近。桃木钉还刻着手舞纹，这是用……他在渗，黑气顺着墙壁往外流，好像在通风报信。时间不多了，要尽快拿到玉佩，去找王家后人。出发吧。怎么了，梦瑶？好像在笑。别担心，找到玉佩就能让他彻底安静。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人在看着我们。应该是掠影堂的身影。我们往侧巷走，绕到王家旧址。走。
这是地窖入口。看来有人比我们先到了这里。这里的气息好重，比灯台的怨气还重。苏梅，下去后你跟我负责警戒。沈烟，一会儿你带梦瑶去开门，动作要快。王家的东西谁也别想动。他们来了，你们先下去，我断后。手无文可以帮咱们拖延一点时间。他们来了，你们先下去，我断后。手无文可以帮咱们拖延一点时间。赵晴，你受伤了？没事儿，果然，这里已经有人来过了。赵晴，你受伤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没事儿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得赶紧走。那我们快走吧。这个方向，我先去。七煞剧登台行。苏梅，帮我念镇煞咒。梦瑶，帮我盯紧统领。开始。除了玉佩，还有本日记。有人入侵，快查！快走！走，走，快走！走，走！这是通风口，快！是什么地方？时间来不及了，赶紧苏梅，你带着梦瑶先走，我和周青断后。走。那边看看，这边人呢？走，没看到啊！抓住他们！抓住他们！还好日记和玉佩都在。还好日记和玉佩都在。他们追出来了！我们往破庙方向跑，那边巷子多。走。还好我带了唱了朱砂的黑狗血，能暂时隐匿行踪。你们快躲起来，我马上回来。走。这能行吗？他们反应不行。他们有人受伤了，赶紧追！在这边追！看，走。
这墨水是松烟混合朱砂调制的，能保存100年不腐，是当时富贵人家机要时才用的。民国22年3月，于从南阳商人处得炼凶术残卷，不知是福是祸。23年冬，试炼活人灯以童男血4青铜，登城之日，竟照出亡妻鬼影，于之已入歧途，然悔之晚矣。报应，报应，报应啊！以童男血4青铜，登城之日，竟照出亡妻鬼影，于之已入歧途，然悔之晚矣。活人灯是炼凶术里的禁术，如果用活人的精血炼制灯台的话，会吸收怨气，导致反噬。民国24年5月，岳隐堂堂主找上门，说炼凶术是他们的祖传秘典，于偷了他们的镇堂之宝来炼灯，是亵渎神灵，要王家七口性命抵债。为首的黑衣人说，这盏灯就是诅咒的开始。看来岳隐堂，他的目的不是别人，是王家后人，报复王家，偷了他们的东西。他们还说，每死一个家人，灯台的邪气就重1分。于不敢告诉孩子们真相，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个。最后这点字实在看不清了，只能看得清楚“沈家对不起”几个字。搜，他们肯定跑不远。分开走，你和孟瑶去李河村找王念祖，我和周信引开他们。这次光能打3个时辰邪气。走。快追！交出玉佩，堂主有令，要留活口。我们分开走，去柳河村找孟瑶，我要引开他们。上。这个人死不了，这个哨子已经贴的是围追小队，我会找到你的。追！去追他！好。王老先生，我们是来……玉佩，你们从哪儿来的？他在等您的血，只有您能激活他，破解王家的诅咒。哎呀！诅咒！我爹当年偷偷把我送走，就是怕我被灯台害死。这是我出生时就有的。我爹说，这是掠影堂的标记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王家人。沈老爷子多次劝解我毁掉掉灯台和炼凶术，但我还需借着灯台和法术一用。说他看到这笔记，就当护我孙子一命，别让王家断了根。原来爷爷早就知道真相，他收下这灯台就是为了保护王念祖。到你了！玉佩，他在吸您的血。堂主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玉佩被激活了，快带他们走！这是唯一能压制灵影堂邪气的东西了。人怎么跑了？给我追！原来沈老头早就知道内情，他护着王家的孽种，要是跟我们掠影堂作对，已经杀了王家6口人了，还不够吗？不够。炼凶术一直在沈老头手里，那灯台血咒的秘密，你爷爷一直都知道。
对不对？啊！你不是能跑吗？你不是能跑吗？把东西交出来！姑娘，我一把年纪了，这东西认生，你们带着能保命。你们快走，走吧，你们快走吧！不行，哎呀，不行，走。走。这东西一天只能用一次，几天就没用了。上！堂主说了，拿到东西，咱们这3个活口带回去，有些事要乖乖交出灯台。带走。走，老实点，走。堂主，人带到了。很好，押进壳里。押进去。站住！哪里跑？月影堂的杂碎，就这点本事？楚景听到上上电话来找我，先等他会好。沈夜，我刚才听到哨声，我就赶过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了这个，把脸跟丢了，他肯定还在这附近转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得回藏真阁守着灯台，不然掠影堂的人肯定会捷足先登。我跟莫瑶他们讲一下，找到王念祖之后就带回藏真阁。走吧。怎么样？他感应到玉佩了，不好，有脚步声。动了。桃木钉松了，之前留下的屏障快撑不住了。搜仔细点，灯台肯定在里面。那密室，爷爷在里面布了血水阵，用百年唐木心重阳显化的符，能暂时隔绝煞气。这是爷爷教我的子母符，能暂时隔绝煞气。能撑多久？一盏茶的时间。爷爷在墙壁上钉着镇煞钉，等下我们激活它，能困住他们一阵子。不到，给我砸！他们能把灯台藏上天。不知道梦瑶他们那边怎么样了？等梦瑶他们带着王念祖和玉佩回来，我们就启动破解仪式。不知道爷爷当年收下这灯台，是为了保护王念祖，还是另有隐情？都给我搜仔细点！我就不信他们能把灯台藏上天。
他们好像在砸博古架，那上面摆着镇煞铃，像是被砸坏了。难道说……不对劲，不对劲！月影堂的人不可能这么快撤，有更大的阴谋。我们定住了，说明外面的邪气没有消散，反而聚集在一起了，是在等我们出去，或者说又想出什么对付我们的法子。推什么推？我们自己能走。人家小子，你挺会藏啊！我知道你就在这里，如果你再不出来，我可就不能保证他们性命了。你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要干什么？什么灯台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到底要找什么？藏真阁的东西要是少一件，你们可赔不起。苏梅在给我们通风报信，提醒我们外面全是绿影堂的人，他们肯定现在有危险。我要他们撑不了多久了，我不能让任何人受到伤害，我要出去救他们。你不能出去。梦瑶和苏梅被当成人质，就是逼你出去。如果你现在出去，就是送死。他们先拿你要挟，再抢灯台，绝对会一个都活不了。那怎么办？梦瑶她体质弱，苏梅和王老爷子他们也撑不了多久，必须想个办法，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。对了，你一会儿从这个通风口把它放梁上，我带着灯台出去加以投降，然后拿着桃木钉，等他们放松警惕，用桃木钉射他们的手腕，最后趁他们不注意，我再把灯台抢回来。你一定要小心，要是他们敢动你，我一定会出来救你。你也小心，没事，他们不会伤害到我的。但你一定要小心，绿影堂的人肩上都有邪气，你不能被他们伤到了。沈家小子，你倒是会躲呀！血祭登咒缺个长者魂，这老头又正好是王家的后人。你要再不把灯台交出来，我就用他的血引灯台出现了。陈小子，你别出来，别上他的当，我无所谓，你别出来。沈爷，你别出来！废话，再不说灯台在哪儿，我就卸了他胳膊。别碰他！我好像知道灯台在哪儿，就在书房里。放屁！这个屋子我们都搜过了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动手！等等，我来了。啊！算你识相，赶快把灯台交出来，就放他们走。记着，活着离开。灯台可以给你，但你要放了他们。要是他们少一根头发，我就算把灯台毁了都不会交给你。灯台可以给你，但你要放了他们。要是他们少一根头发，我就算把灯台毁了都不会交给你。你们这些畜生，想拿我要挟沈小子，做梦！少啰嗦！今天这血祭，成也得成，不成也得成。说到时，再把灯台交出来，这老头子的脖子！等等，我知道怎么样才能让灯台认主。沈烨，你别冲动，我们配合他。灯台给你们，现在放了他们。你们要的是灯台，没必要杀。别急，这灯台有煞气，煞气反噬，不如先把苏梅放了，她会查阅古籍，能帮你们稳住。把旗袍的女人放开，让她过来。是，别耍花样。把我书箱给我。快点！
我喘不过气儿了，水，我要喝水。拿瓶水去，快！你给我等着，我会回来的。到时候我会让你们藏真阁变成凶恶的坟场。别追了，这是我爹当年偷偷给我的王室祖训，里面记着破除诅咒的步骤，必须使用玉佩和灯台里的蛇形符号对齐，再以血沁精血激活。月圆之夜，血沁精血，玉佩归位。今天就是月圆之夜，王老爷子，您的血。为了王家的冤魂，不能再躲了。守住入口，等下启动仪式时，手纹会暂时无法形成屏障，必须撑到玉佩与灯台完全共鸣。你放心，只要我还有力气，我就不会让他们进来。我来念镇煞咒，牧羊，你符号王老爷子。血归血，血煞散，天地清。我能感觉得到，王家的怨气在靠近，他好像就在等这一天。王老，您没事吧？这会反噬血气，能撑住。继续。成了。终于能给王家列祖列宗一个交代了。等等，祖训最后一页写着“邪煞散，灯台醒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管他想怎样，我们现在已经迈出第一步。祖训上讲，玉佩归位后，蓄4件纯阳之物，镇住东南西北4角，形成锁煞阵。这都是爷爷的。这5晒干的艾草树，经过朱砂的桃木剑，模板，每家都不同。这些纯阳之物开始吸收灯台残余的煞气了。我来念镇煞咒，你们留意灯台变化。不对，这不是怨气消散，这是煞气反噬啊！不好，是令影堂做的手脚，掺了尸魂烟。灯台底座的手纹藏着绿影堂的牧羊，
着噬魂烟技术。苏梅，快筛阅一下古籍，看看有没有应对噬魂烟的办法。以好物文为宜，纯阳之物，听令。梦阳的银铃能暂时挡一挡，但撑不了多久。我们得先把他救醒，再想破解凶煞的办法。书上说可以用凝神草煎水灌服，但是凝神草只有城南古寺的后院才有，现在去采。这是爷爷当年用凝神草和朱砂炼的凝神丹，应该管用。绿影堂早就把灯台改成了凶器，破解诅咒只是幌子，真正的目标是王家的后人，还有能唤醒灯台的人。得想办法把黑气逼回灯台里，不然整个藏针阁都会被煞气笼罩。我的血只能几乎玉佩，却挡不住缠了噬魂烟的凶煞。杀气渗进来了，杀气会吸引掠影堂的人来。谁让你快想想办法！找到了，噬魂烟、魏三物、正午晒干的艾草灰、高僧开过光的佛珠，还有血亲的指尖血。艾草灰我们有，佛珠。爷爷的书房里有一串，可是血亲的血，是王家的人吗？我是王家仅存的后人，若能救这姑娘，我这老命也不算什么了。是信号，快！沈夜，掠影堂的人随时会回来的。是信号，快！沈夜，掠影堂的人随时会回来的。对，还有一个条件，要让梦瑶接触灯台的蛇形符号，让他的神智与灯台的怨气对抗，才能顺利醒过来。可灯台里的噬魂烟还在，万一伤了他……别犹豫了，来不及了！掠影堂的人随时会攻进来，赶紧的！快跑！沈夜，小心！沈秀的怨气在灯台里。是沈秀的怨气，原来掠影堂是用他的煞气在养凶煞。虽然没有完全醒来，但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。我必须在掠影堂回来之前破解凶煞。按你刚才所说，掠影堂利用沈秀的怨气来养凶煞，那他就是这盏灯台的引魂人。对了，爷爷曾经说过，以怨气养物者，其贴身之物必存残念。我们如果能找到沈秀的遗物，就能找到破解凶煞的办法。我爹说过，沈秀在进王家前，曾在沈家当过丫鬟。他的遗物会不会在藏针阁里？密室。周青，我和苏梅去密室找遗物，你守着王老先生和梦瑶。应该是这里，这里的气脉和灯台同源，但更纯，熟闻不会骗我。当年沈秀就是用它操控灯台的。你看这盏头嵌着的不是朱砂，是人血混着昆仑玉髓，和玉佩的邪咒同源。走。
找到遗物了。梦瑶刚才又动了一下，嘴里一直喊簪子火。绿影堂的人还在巷口徘徊，但是他们不敢靠近。你的守物纹在门外形成屏障了。好多火，一直在哭。起来。这里有写，当年绿影堂为了逼迫沈秀，要用他的怨气当锁，困死王家满门。现在要么用灯台咒杀王家门，要么用你弟弟来换你的。你自己选。我选，不要碰我弟弟。这个是昆仑玉髓符，拿着它，用这个混着你的血。刻在灯台底座，锁魂咒才会生效。原来沈秀也是被胁迫的，他也是受害者。守物纹又读到了什么？守物纹有感应到绿影堂想利用沈秀的怨气来养凶杀，所以就将他锁在了灯台里，和王家人的怨气缠在一起。如果想要破解凶杀，就得以魂换魂。沈秀说，他把自己的一缕残念封在了银簪里，要用那缕残念跟灯台上的蛇形符号相对应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化解诅咒。沈秀留了后手，他是故意把残念放在簪子里的。原来这就是破解凶杀的钥匙。沈秀，我知道你被绿影堂胁迫，跟我走，我帮你解脱。快用玉佩净化！王家欠的债该清了。血鬼血魂鬼魂！那位长老，去看看。走。沈老，最终没有辜负你的托付，王家的债我用残念还了。凶杀散了，我家人的怨气都解脱了。爷爷，王家的诅咒今天终于了了。门口的黑影已经没了，凶杀消失了，月影堂的人应该能感应到，暂时不会再来了。但我总觉得月影堂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绿影堂，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这和爷爷说的几件凶物到底有没有关系？王兄，这活人灯是禁术啊，用男童血来炼灯，这可是要遭天谴的。我也是没办法。这南阳商人说，只有这灯才能救人。我太想他了，所以我想试试。这灯煞气太重了，这掠隐堂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残卷，我先替你收着，它至少能保你王家后人一命啊！有劳了。王进是当年炼制灯台，是为复活他已故的妻子，结果一不小心被绿影堂利用。爷爷当年劝王老爷子毁了灯台，没成，就承诺会护着王家后人。原来沈爷爷当年收下炼凶术残卷，不仅是为了压制凶杀，更是为了兑现王老爷子的承诺。我能感觉到他很愧疚，这怨气里不只有恨，还有后悔。爷爷当年在暗阁里压着的老照片，背景里都有这盏灯，却从没对我提过这灯台的秘密。你们看，灯台颈部不只有王成宇的划痕，还有一道更浅的，像是被刀划刻的。
史无文刚才读到，这道划痕是爷爷画的。这掠影堂的锁魂咒太多了，我要用这道痕挡一挡，至少能保我神元素。素为炼凶术，看来这掠影堂目标不只是这灯牌啊！这是我唯一的后路，你一定要守好。那你就不怕掠影堂发现了？我早已将生死抛在脑后，只盼着有一天，有人能解开这诅咒，还王家，也还我一个清白。现在已经长大成人，我们守护人一脉也算后继有人了。而青铜灯台可能7个物件却不知下落，这一旁也蠢蠢欲动。原来这就是7件凶物的秘密。爷在灯台里施了保护咒，就是怕我接手藏真阁后被凶煞所伤。王老爷子，这枚玉佩是王家的东西，应该留在你手里。我爹说过，你爷爷当年救过沈秀的命。哎，沈秀的残念没散，还在灯台里护着你。他也是个受害者，而且他的手札里还记着掠影堂的其他据点，或许能帮你找到你爷爷的下落。哎，不好，下口有动静，听上去像是窥探，不是掠影堂的人。不管是掠影堂，还是觊觎凶物的秘密，还有爷爷的下落，我都一定会查清楚。爷爷没完成的事，我来完成。要求有钥匙来找藏真阁的主人。我就是沈燕。10年前给我一块玉佩，让我交给能解开王家灯台的人。他说你想找他，就去黑石镇的守凶物，有第2件凶物的线索。爷爷的下落，该说的都在令牌里，剩下的也靠你自己去找。第2件凶物，准备出发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要一起。凶屋里的秘密，我陪你一起找。掠影堂的人赶来，我奉还到底。